36枚火箭彈，4枚哑火，這是海馬斯首次在西海岸實彈射擊交出的答卷。6月10日，台中大甲溪出海口，6輛海馬斯發射車一字排開。按照計劃，36枚 M28縮距訓練彈將分3個波次射向約9公里外的目標海域，模擬跨区火力支援。原計劃打出一場教科書級的快打快撤，但演習一開始就掉了節奏。因空域管制，射擊被2次推遲，好不容易可以開火，結果只打出去了32枚火箭彈，有4枚死嵌在发射管裡，发射失敗率高達10%。正常來說，這個數字應該遠低於1%才對。58炮指部參謀主任溫一鳴事後坦言，問題出在電腦連接系統，火箭彈和火控計算機之間的通訊沒對上，系統判定我不發火，整個程序就停下了。至於到底是硬件技術不良還是軟件版本漏洞，沒人說得清。最重要的是，這不是第一次了。2025年剛部署的時候就出過類似的問題，美軍曾在2025年下半年派人協助更新系統軟件，然而誰也沒有想到，1年後同樣的問題再次上演。從接裝到現在問題不斷，美軍協助修復後也未能根治。既然如此，台灣為何還要堅持使用海馬斯？我們翻一翻台軍的炮兵家底，就能知道答案。目前軍方手裡能打的火炮，年紀恐怕比操作它的士兵還大。比如 M109A2 和 M110A2 在台軍手中都待了超過40年，甚至還有最老的 M114，上世紀50年代入台，迄今已經服役超70年了。這些火炮的最大射程不超過20-30公里，射速慢到每分鐘只能打出1-2發炮彈。更致命的是，它們沒有自動定位定向系統和數字化火控，依賴人工測地和手動裝填。在現代戰場上，衛星和無人機24小時盯着，這樣的火炮完全就是活靶子。2019年，軍方深感自身遠程火力薄弱，向美國申請採購40輛 M109A6 自行火炮，這是當時美軍最先進的自行火炮之一，能在60秒內完成停車、測量、瞄準、開火。當時軍方想的是讓自行火炮負責探頭攔截，海馬斯搭載遠程導彈打縱深。2021年，美國批准了這筆總價7.5億美元的交易。原計劃第一批8輛 M109A6 在2023年交付。2024年和2025年再各交付16輛，一切似乎都在穩定推進。但俄烏戰爭爆發後，一切都變了。M109A6 的生產排期受到影響，美國通知台灣，交付最快也要等到2026年之後。台灣被迫取消了 M109A6 自行火炮採購案，開始評估替代方案。恰好就在這個時候，海馬斯在烏克蘭打出了戰場神器的名聲。2022年夏秋，烏軍利用海馬斯精確打擊俄軍後方彈藥庫和指揮部，逼得俄軍不得不將彈藥庫和指揮部後移，一度轉移到距離前線100多公里的位置，給俄軍的後勤供應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沒過多久，台灣確定加購海馬斯，在原11套海馬斯基礎上增購18套，使得海馬斯總數達到29套。整個遠程精準火力打擊項目的預算也從約154億增加到325.2億。2025年底，美國又批准再售82套，如果全部交付，台軍將擁有111套海馬斯，成為除美國之外全球部署海馬斯最多的地區。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買不到 M109A6，台灣不是還有自研的雷霆2000嗎？為何還要花大價錢去買海馬斯？1990年代，中科院參考美軍 M270多管火箭系統，開始研制一款屬於自己的多管火箭。1997年首次公開，2012年正式服役，目的是替代老舊的工蜂6火箭炮，專門執行海岸反登陸任務。它的設計思路是用模塊化發射箱裝3種不同口徑的火箭彈，覆蓋從近到遠的不同目標。火力有多猛？拿數據說話。雷霆2000配備3種火箭彈，最小的 MK15 只有117毫米，射程7到15公里，可以打灘頭登陸兵力。每套發射裝置配3組發射箱，每組20發，一次滿載就是60發。按照中科院公布的數据，彈着區域大約20萬平方米，相當於6個足球場。再往上是 MK30，彈徑180毫米，射程15到30公里，可以打近岸目標，也是3組發射箱，每組9發，一次滿載27發。最大的 MK45 則達到230毫米，最大射程45公里，可以打外海目標。一輛車可以掛2組發射箱，共計12枚彈藥。這3種彈藥都能換彈頭，比如高爆鋼珠彈，一枚彈頭內可以裝約2.5萬克直徑8毫米的鋼珠，炸開就是一片鋼珠雨，還能打子母彈。母彈飛到目標上空散開，釋放大量子彈頭，既能穿甲，也能殺傷人員。更狠的是，它可以在1分鐘內完成滿架發射，60枚 MK15或者27枚 MK30， 1分鐘之內全部打光。這種火力密度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排得上號。除了火力猛，雷霆2000還解決了傳統火炮的2大痛點：
第一是自動化，它有一套整合了定位定向系統的車載射控系統，能自動計算射擊諸元、判斷彈種、自我測試，僅需3人即可完成射擊動作，操作人員甚至可以不下車作戰。第二是快，模塊化換彈，打完就換新發射箱，幾分鐘就能再次開火，實現持續不斷的火力压制。正因如此，軍方相当看重雷霆2000，分別部署在北中南3個軍团以及金門、馬祖、澎湖等外島防區。2021年，軍方專門投入超過12億新台幣，用於維持雷霆2000的戰力和妥善率，甚至雷霆2000還一直在进化。5月傳出消息，軍方在九鵬基地試射了射程可達70公里的增程火箭彈，甚至有說法稱其最大有效射程可以達到75到100公里。如果属實，雷霆2000的火力覆蓋範圍將大幅擴展。但雷霆2000有一個繞不開的短板，它打的不是精確制導彈藥 ，MK15、MK30、MK45 都是無制導火箭彈，靠火力覆蓋制造殺傷。對付近距離密集目標，這種火力十分致命，但對幾十公里外的指揮所、彈藥庫等高價值目標，它就無能為力了。這恰恰凸顯了海馬斯的獨特價值。海馬斯帶來的並非對某一款舊裝備的簡單替代，而是一場深刻的炮兵體系改革。雷霆2000和海馬斯從來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互補的搭檔。雷霆2000面對的是大面積目標，它最擅長的是用密集火力壓制一個區域，海馬斯則可以把火力集中到一個更有價值的目標上，一個打點，一個打面。當台灣把2種系統放在一起時，就要思考火力分工的問題。這種分工邏輯恰好在6月的大甲溪演習中得到了實際驗證。這次把不同火力分散在一個20公里寬的區域，按照演習作戰需要分別進入射擊位置。雷霆2000先對模擬登陸區域進行火力覆蓋，隨後 M109A2、M120A2 和155毫米榴彈炮接替攻擊，再由陶式反坦克導彈和迫擊炮繼續壓制。按照軍方的說法，這次演習是在驗證聯合火力和殺傷鏈，也宣告了以後的炮兵作戰邏輯，不同武器負責不同階段，最終把一次打擊串成一個完整過程。而海馬斯最適合填上的就是這張網裡最遠的一段。雷霆2000可以用大量火箭彈快速制造火力密度，海馬斯則可以執行更強調精度的遠程任務。這也是台灣炮兵體系第一次真正開始從裝備分類轉向任務分類。更大的變化其實發生在人身上。海馬斯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一輛發射車，通常只需要3名士兵組成車組。美軍自己的訓練體系也是按照3人車組進行資格認證，分別承擔駕駛、射擊和發射車長等職責。人員少了，看起來像是減負，實際上恰恰相反，每個人肩上的東西反而更多了。過去一個炮兵陣地裡可以把不同工作拆給不同的人，哪裡出問題了還能有人迅速補位。現在一輛海馬斯只有3個人，車組內部必須高度默契，誰負責確認位置，誰負責處理系統，誰負責通信，這些事情機器不會替你承擔全部責任。正因如此，台灣首個海馬斯連在正式成軍後，最大的挑戰並不是會不會操作這台車，而是原来的炮兵人員必須重新學習一套完全不同的作戰邏輯。於是海馬斯連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連長柯明斌透露，從少校到列兵，所有人都是學生，炮兵的訓練標準在無形之中被大幅提高。他們不能只做一個听命令射擊的士兵了，更多還要擔起指揮的責任。由此引出了3個变化，指揮權必須往下放，這是海馬斯進入台灣以後最深的一層改革。台灣現在正在嘗試的就是讓基層具備更強的獨立作戰能力。武器越分散，指揮越不能全部壓在上面。假設幾輛發射車分散在不同位置，連長不可能盯着每一輛車下令，更不可能每一次轉移都重新层层請示。這就要求基層發射組自己明確任務情況。在2025年公布的組織調整規劃中，軍方明確喊出了口號：科技取代人力，火力取代傳統兵力。而在2026年7月的聯合防禦演練中，軍方已經開始測試分散部署、分散指揮和基層執行情況。M110A2 炮兵單位在分散陣地部署後，火力任務由上級傳遞下來，再由連級指揮人員向炮班分派任務。演練重點之一就是驗證在分散狀態下能不能繼續完成指揮和射擊。然而，這種分散指揮模式的實現有一個絕對前提：信息指令必須下得去，武器裝備必須撐得住。這正是海馬斯給台灣帶來的2道核心難題：通信和後勤維護。先說通信，分布式指揮的前提是每一輛車都能收到目標信息，但分散部署給通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一輛車就是一個陣地，車與車之間可能相距超過 1.5 公里。在台灣這種多山地形的戰場上，信號覆蓋本身就是個難題，再加上雷霆2000是自產裝備，海馬斯是美制裝備，
2套系統的通信協議能不能互通，目前沒有明確答案。除此之外，還有電磁環境，俄烏戰場已經提供了經驗參考。現代戰場一定逃不過電子戰和電磁干擾，通信鏈路可能在開戰初期就斷了。在這種情況下，又該怎麼維持通信？台灣已經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了。在漢光演習42號上，台灣首次演練了網絡降速的情況，考驗軍隊和地方政府的運行。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從根源上解決問題。7月的聯合防禦操演中，台軍用上了 TAK 部隊覺知系統，通過手機傳遞實際命令。聯合火協中心把目標和任務信息傳到各連級的 TAK 手機系統上，連級再將其轉化為具體的坐標等信息傳到炮長及炮班，讓分散出去的炮兵單位依然能夠看到同一套戰場信息，快速收到任務，再自行完成後面的动作。雖然接受測試的不是海馬斯，而是 M110A2， 但是系統是通用的。如果這套系統驗證可行，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戰時的通信。再說後勤維護，傳統火炮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機械結構相對簡單，某個機械部件出了問題，經過訓練的維修人員往往能夠在現場判斷、拆卸、更換。海馬斯不一樣，它身上全是精密電子設備，火控計算機、GPS 接收器、數據鏈終端等等，這些東西壞了，前線士兵不一定能自行修復。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美國始終不給台灣開放火控源代碼，軍方能拿到的只是美方推送的系統更新包，所以出了什麼故障，大概率依靠美国厂家人員現場操作，台軍技術人員不一定能參與。台軍不是沒意識到這個問題，5月的時候就有人要求防務部門爭取海馬斯系統在台維修及零件在底供應的權利，但爭取歸爭取，美國給不給是另一回事。目前海馬斯系統的維修和零件供應依然高度依賴美方。海馬斯給台灣的最後一道考題其實很殘酷，買到發射車只解決了有沒有火力的問題，真正決定戰時能不能持續開火的是通信和後勤。如果這2個問題無法解決，那麼前面提到的所有變革效果都會大打折扣，分部式指揮只會變成分部式癱瘓，就看台灣如何補上這一課了。今天的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覺得如果未來戰場進入高強度狀態，台灣應該如何維持火力體系的持續運轉？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精彩觀點，千萬別忘了點讚、關注、收藏並轉發給身邊的軍民朋友。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期節目不見不散。